品的租房攻略来了。我知道又到毕业季了嘛，作为一个租了8年房、搬了14家的过来人来说呢，我这些经验已经足够写到一本小册子给到你们了。赶紧艾特你们的男朋友、女朋友记下来，我会把这期内容的目录大纲放在这边，你们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哦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根据实力来确定你的预算，一定要理性分析你可以承受的经济范围来合理规划你的租房预算。哪怕看到房子再好，如果超出预算也千万要忍住。像干边的小伙伴，你的收入还不能够确定嘛？那你就参考你能找到最基础的工作岗位，它的薪资待遇标准。如果是已经工作的小伙伴，你就参考你目前已知的年收入水平就好了。总体来说，租房的水电日常开销尽量不要超过月收入的一半。你平时也要养成良好的记账习惯，合理控制你的收支，这样才不至于到月底的时候成为一个月光族哦。第二点就是租房的渠道了，你们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自己去找一些房东来租房，也不要为了图便宜去找一些不靠谱、没有资质的小中介。要记住，利益和风险永远是并存的。如果你是为了图便宜或省钱，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二房东和违规业务员的欺骗，轻则就是你租房前说的都挺好，然后你租房之后就是问题多多，投诉无门，重则就是钱房两空，你还需要花费自己的宝贵时间来周旋于此，真的非常耽误工作，得不偿失。建议大家去找一些大型连锁的实体中介，还有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一点的房产 app， 又或者是小区的物业公司。你们要记住，凡事都是有代价的，合理的中介费呢，它是第三方机构服务维护你和房东利益的保障基础。第三点就根据工作生活的范围来确定租房区域。要知道，工作要努力，生活更得要便利。在你确定了你的工作地点和区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周边的5公里范围之内找一些通勤时间单程1小时之内的租房地点了。其实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找离自己工作地点稍微近一点的房屋呢？主要是因为住得远，出去一趟太不容易了。平时工作那么累，我周末只想宅在家里休息。还有一个情境呢，就是平时你加班回来又很晚了，早起又要上班，朋友万一打电话让你出去吃个宵夜，你会觉得晚回来没有公交，没有地铁，你打车还那么贵，那我为了省钱我就不去了，我下次再去也是一样的。但长期以往，朋友就不会再找你了，你跟朋友圈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，生活半径也会越来越小。但是你把通勤的时间省下来，提升自己或社交，还有做一些副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从紧张的工作情绪当中脱离出来了，也没有那么容易焦虑，没有那么压抑。第4点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，我大概列了几点。首先是新小区，租金会相对比较贵一点，但房子新呢，意味着它的户型不会特别的差，入住率不会特别的高，但物业安保相对比较规范，比较安全，周边配套就不一定完善了，但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生活品质提升得更好一些。其次就是老小区了，它的租金会比较便宜一些，但是它的房屋老，所以它户型都很一般，入住率一般都很高，人员结构呢相对比较稳定，所以会比较安全一些。周围还有很多小商超啊，或者是菜市场啊，还有很多早餐店啊、饭店之类的，就配套非常齐全，生活非常的便利。最后一点就是公寓，这种往往都是商住两用的，就来往的人员结构会比较复杂一点，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安全，然后卫生环境也没办法得到保障，然后这种是不通燃气只通电的，所以你只能用电磁炉来做饭，然后水电费也是按照商用标准来收取，就非常的贵。虽然周边可能会比较便利一点，但你生活品质的天花板就比较低一些，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努力来提升太多的。第5点就是如何挑选房子，大家就可以打开手机上的指南针，上面就可以看到东南西北的方位，基本就可以判断你租的房子的日照方向了。还有就是尽量租南北通透有阳台的房子，因为房子的窗户多，意味着它的光线好、通风好、视野好，也就不容易潮湿，滋生一些细菌霉菌，也有利于身心健康。大家尽量避免选择过低楼层或过高楼层，像南方的过低楼层可能就会面临春天潮湿、蚊虫较多，而且低楼层的隔音隔绝不良、采光又不佳，容易遭盗窃等等问题。如果是过高楼层呢，你就需要考虑一下用水的这个水压是否足够，然后每层几户共用几个电梯，当然平均1梯1户是最好的，也是避免早晚高峰等电梯等太久嘛。还有顶层的跟防水漏雨等等问题。还有大家记得一定要试用一下平时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水电、空调、冰箱、热水器、洗衣机、网络 WiFi 等等功能性的家居家电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正常工作，满足你的需求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直接跟房东沟通，看看他能不能够处理。如果没办法，你需要自己来的话，你就可以趁机跟房东讲讲价了。第6点就合租还是整租，是否会养宠物。其实不管是合租还是整租，今后你会入住几个人，包括是否养宠物，你都需要提前跟房东沟通好，看人家是不是愿意，也是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嘛。如果是合租呢，我建议大家选择跟自己比较熟悉一点的朋友，相对来说更知根知底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分摊租金嘛，自己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。用同样价格呢，你就可以租到面积更大、地段更好一点的房子了。但不管是选择跟自己熟悉一点，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一起
起合租，你都需要考虑一下大家的生活习惯、私密性等等问题。如果你特别在意这几个问题，你就可以选择整租啦，舒适性就会更高一些，除了贵没有其他毛病。第7个就是签订合同的注意事项了。首先要确定一下房东的身份证信息、房产证信息，如果不是跟房东直接签订协议的，你就需要让这个人出具一下跟房东的一个关系证明文件，这样也是避免二房东的情况出现。还有就是确定好房屋内的家具、家电、装饰，把它们都拍照发给房东确认，保存好这些照片和聊天记录都留底。然后如果房间里缺少什么呢，你可以跟房东协商添置。还有水电啊、燃气这些读数都需要一并记录好，写在合同里面的。一般来说租金都是押1付3嘛，尽量不要半年或者是1年1付，因为自己留点钱办成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中介费一般都是半个月到1个月的租金，这个就根据当地的情况是可以谈的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是需要你手持身份证拍照，或者是留下身份证复印件，记得在上面打好仅租房使用，这样也是避免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盗用。第8就搬家了，如果你的行李不是特别多呢，你就自己打个货拉拉就好了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的行李数量来选择车型的嘛，价格就是根据车型和距离来计算的。一般师傅都提供付费搬上楼的一个服务，价格都是从几十元到100元不等，而且是可以谈的。如果你的行李特别多，那肯定就要请搬家公司了，但是你需要先确定一下出发和到达的楼层、行李的类型和数量，有没有电梯等等问题，提前跟搬家公司沟通好，让他出一个整体的打包价格，也是避免临时产生额外的一些费用哦。第9个就是软装布置了，需要提前跟房东沟通好是否能够简单的布置或装修，尽量不要去破坏房屋原有的墙面以及它的结构格局。在这个原则基础上，你就可以适当布置自己的新家了。可以上网去淘一些便宜好用的小家具家电啊。如果你是租的老旧一点的房子呢，你就可以自己买一点乳胶漆来翻新一下墙面。然后这个乳胶漆呢是1桶就可以刷一个房间的，才100多块钱，自己买一个刷子就能操作了，超级的简单。然后再把窗帘啊、软装之类的布置一下，放一点绿植，干净整洁的氛围就出来了。如果你租的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房子，还可以跟房东再砍价，这种布置的发挥空间就更大了。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些组合型的家具，或者是收纳盒、收纳架之类的，还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家具家电，到时候你搬走的时候还可以全部拆卸带走，就使用度超级的棒。虽然房子是租来的，但生活是自己的嘛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给你们整理的租房流程全攻略啦。希望通过这期视频呢，你们都能够租到自己心仪的房子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，努力奋斗，早日搬进属于自己的房子哦，行吗？